Hello， 大家好，我是催眠语。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我们来讲普陀山奇僧转世梦境。世人常说梦是虚幻的，然而佛家却揭示呢，梦境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显现，是业力与习气的流露。那在佛门之中呢，不乏高僧大德因一场梦而顿悟人生的真相，从此呢转迷为悟，甚至呢毅然出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一位普陀山奇僧呢，因一场惊心动魄的转世梦境而出家的奇缘。当时呢，他说若非护法神及时阻拦呢，他险些坠入可怕的畜生道，投身为一只猪仔。当这位奇僧还是一个凡人的时候呢，他就梦到了自己与6位少女同乘马车，最后进入一矮门，其他人都进去，当他要进的时候呢，被金刚神阻拦在外，并击打了头部。醒来之后呢，发现自己险些坠入了畜生道。他随后就发现自己邻居家的母猪居然真的生了7只小猪，而其中1只小公主呢已经死亡。而这一经历就使他呢升起了出离之心，最后呢前往了普陀山出家了，法名为了情。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清朝主角是南普陀山的一位了情和尚。他出家的因缘呢极其不可思议，正是源于一个匪夷所思的梦境。了情和尚在出家之前呢，他说他是一位虔诚的信佛青年，每日呢必诵一遍《金刚经》。而某天夜里呢，他说他在睡觉的梦境中竟然发现自己身处于门前的一个大马路上。当时有一辆马车从这边远处驶来，车上呢坐着6位美丽的少女。当时他们还向他招手说，来呀，车上很宽敞，我们一起坐着去玩吧。当时这个了情和尚就觉得很有趣嘛，便登上了马车。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而马车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停了下来，6位少女呢便轻盈地跳下了车，进入了一个低矮的小门。当时了情就跟在他们后面嘛，也屈身爬了进去。但是一进门呢，他赫然就发现了一位金刚神，也就是《金刚经》诵持者的那个护法神，如同韦陀菩萨一般嘛，手持金刚杵。金刚神一见他闯入呢，便立刻呵斥到他说，你不能进来，快出去。但他执意要闯入当时这个金刚神急了呢，就怒吼道说，都说了你不能进来，你要是硬闯的话呢，我就要打了。说着呢，金刚神挥舞金刚杵呢，狠狠地朝他的头部砸下。那了情当时剧痛难当呢，当场晕厥。当他从这个梦中惊醒之后呢，就发现自己居然躺在自己的床上，完了背部呢冷汗淋漓。更奇怪的是，鼻孔里还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像是猪粪的味道。当时他心中就感到极度的不安和疑惑嘛。他看了看当时的时辰呢，已过半夜，睡意居然全无。起身呢，就开始诵读这个《金刚经》，直到天亮。天亮之后呢，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找梦中的那个地方。果然呢，就在自己隔壁的邻居家找到了那个低矮的小门。他就发现那竟然是一个猪圈外面还有一条很臭的排水沟。那猪的粪便和尿液呢，就是从这个排水沟里流出来的。然后他感到非常奇怪嘛，他就去问这个邻居家的主人，请问你们家昨晚有人来过吗？主人回答说没有了情又疑惑地问说，可是我明明看到有7个人从你家的这个猪舍的水沟里进去了呀，里面到底有什么呢？主人当时就恍然大悟，就说，是这么回事，我养猪，昨天晚上呢，我家的母猪生了7只小猪，6只小母猪，还有1只小公猪。可惜那个小公猪一生下来就死了。那了情一听呢，顿时毛骨悚然，他立刻赶快问道说，你赶快带我去看看好吗？那只死去的小猪还在吗？主人说还在的，我把它呢放在了旁边，不过已经死透了。了情就跟着进猪圈一看呢，瞬间就明白了那只死去的小公猪呢，就是当时梦中的自己。他就吓得汗流浃背赶忙离开。于是他心里就想，真的是很危险。昨天晚上若不是金刚神告诉我诵金刚经的人不能进来的话，并用金刚杵把我从梦中打醒，现在呢很有可能已经误入了畜生道，成为了一只小猪仔。正是这一场梦中的奇遇呢，就彻底的激发他的出离之心。然而他呢就毅然决然的前往了普陀山剃度出家。那普陀山的方丈当时还问他说，你为何要出家呢？他便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梦中的惊险呢全都告诉了方丈。那老和尚听后呢，就觉得他善根很深厚，便为他取了法名了情。因此呢，人们才称他为了情和尚。了情和尚的故事对我们而言无疑是当头喝棒。世人常以梦境是心中的妄想为投影，醒来即空，无需理会。然而呢，佛家却明确地告诉我们梦是第60业力种出来的显现，是我们过去现在的所积累的这个习气业果所形成的一个真实的映照。然而我们修行的时候往往只看耕耘而不看收获。在讲梦境之前呢，我先透露个秘密，
最近呢，宇哥试了台神秘的设备叫 AHA Halo， 它是用标量波呢来修复能量场。短短2周时间呢，我睡得更深，精力满满。而最神奇的是，它有2个神奇的程序呢，就是松果体和昆达里尼。在我们更关注内在的能量与业力的过程之中呢，我就发现这个 AHA Halo 呢，它是能够提供一种安静而又持久的能量支持的。它不是一个需要你交互的设备，而是一个默默工作的能量环境的生成器嘛。那使用的方法呢也很简单，你只需要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并打开电源即可。它的工作原理呢，可能不同于传统的电磁设备，因为它产生的不是普通的横波，而是一种纵波，它是能够直接与人体的细胞固有的能量而产生共振的。它不受环境电磁的干扰，特定的频率呢与松果体、海马体等核心的区域是同频，就像钥匙重新校准紊乱的身体节奏一样。它在空间中呢是能够创造良性的能量修复场的，所以人体的生物磁场就被被动的梳理与增强了。那首页使用呢，大概15分钟后我就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环境的静谧感，思绪噪音呢被温柔所抚平，仿佛海面呢渐变平静的湖面。自然入睡之后醒来头脑清晰，身体轻盈。这种内在的能量感呢是不同于咖啡因刺激的，而是深层恢复与充盈。松果体程序呢为大脑和意识提供纯净稳定的能量环境，来帮助我们的修行冥想的顺畅，也为我们身体的节律重置呢奠定了基础。但有的时候偶尔也要检查一下梦境，做了什么梦呢，也就是衡量修行进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了。如果我们在修行上有所懈怠的话，就会发现所做的这个梦往往就是很粗重的，会感到懵、忧郁、恐惧，尤其是当梦中出现恐惧场景的时候呢，更是不得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征兆，这就是在提醒我们需要更加的努力，多忏悔你做过的业障，积累功德，积累我们的能量。那相反呢，如果我们在精进用功修行的时候呢，梦中会出现光明相、安乐相，有的时候呢会有菩萨的出现。那从这些征兆呢，我们就知道内心的善恶种子呢已经发生了改变，从粗重相呢转为了轻安相。因为在梦中的境界呢，我们是无法主导的，只能让心中的种子自然表现出来。所以梦中的境界呢，你是不能刻意控制它的，所以它往往能够真实反映你内心的一个相貌。所以了清和尚出家之后呢，他在寺庙里面，在大师的指点之下，他就慢慢的了解到梦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有宿业梦，他说这是关于过去人生中所造成的业力在梦中的显现，即使在今生呢未曾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也可能是出现在梦中，反映出了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的现形。还有一个是妄想梦，也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妄想和执着呢在夜间呢会形成梦境，属于心理活动的一个延续。还有一个是预兆梦，在梦中出现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凶吉福祸。那这类梦境体现了佛教所说的三世因果。还有一个是鬼神出入梦，我们有的时候梦中会出现的形象是鬼神的显示，也有可能是已故的亲人或者是众生呢来求超度，提醒我们呢为其诵念佛经，转向功德。还有一种是菩萨入梦，它与这个鬼神梦不同它是菩萨慈悲的一种显示，目的呢是度化众生，引导修行启发你的觉悟。虽然梦境本质上是虚幻的，但是它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内心的状况，业力的显现。通过观察梦境我们可以了解到自己修行的状况，警悟我们自己潜在的业力，从而在日常的生活中更加精进修行。而了清和尚就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梦境中念佛持咒的话，说明其修行已经深入到了内心深层的一个意念的境界，已经成为了习惯。这不仅有助于在梦中抵抗那种噩梦、恐怖的梦，更能为临终时保持正念，顺利往生极乐呢奠定基础。而了清和尚呢，他说他的梦里是属于预兆梦、因果梦。这类梦境呢，并非是一般的那种妄想的乱梦，而是过去业力的显现，甚至是护法神冥冥之中以善巧的方便的安排呢，令其转迷为悟。因为佛家就教导我们任何事情不执着，但是梦呢，也是一种境界，是反映我们心性以业力的明性。所以梦中见六道轮回，渐渐堕落，并不是要我们恐惧梦境，而是要我们警醒业力无常，紧握当下，精进修行。了清和尚若没有金刚神的警醒，若没有他诵持金刚经的那个力量，他就有可能在梦境中而流转，醒来时呢已非人身，而他真正呢是因梦而悟，因悟而出家，因出家而了脱。这就是一种梦中的那种大觉醒。
所以说要体验自己修行的功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察你在梦中是否会念佛呀。如果梦中无自主念咒的话，说明呢第6识不能做主，就很容易跟着梦就去了，那就很危险。就像宇哥经常就是做些噩梦嘛，就有一些阿飘呢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每当我看到他们吓我的时候呢，我就会念一些金刚咒标一些不好听的话来驱离他们。但是奇怪的是，当时本身我在梦境中是讲不出来任何话的，发不出来任何声音的，你只能用心里面的这个意念思想去说了。所以古代还有一首诗呢，就是说一盏孤灯照楼台，上床脱去袜和鞋，世神渺渺随梦去，未知明朝来不来。这首诗呢，就是指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神识很渺茫，迷迷糊糊的，会跟着梦境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能不能活着回来呢，还不知道。世上呢，也许有很多人是睡着而死去的，也有人说呢，这样死去不会痛苦。其实则不然，因为在轮回之中谁也没有保障。若是睡梦之中跟着天人上天去了，这样还算好的；万一是去了三恶道的话，那就很悲惨了。这也就是需要我们平时呢多行善积德如果梦中也能够达到修行的效果的话，那么临终的时候呢，正念就能够起一定的作用了。往生之后去往净土呢，也就有了一定的把握了。而第二个故事呢，是8年前的一次灵魂之旅。主人公呢，小陈自幼家父比较严格，在大学的时候呢就积极入党了嘛。工作之后也有很大的企图心，他当时就一心想做领导的接班人，所以唯心主义的东西他就一直排斥，任何宗教迷信的东西从不沾边。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这个无神论者的身上。他说当时他生病了嘛，躺在病床上，护士为他打上了点滴，然后就出去外间招呼其他病人了。约莫半分钟左右呢，伴随着一阵刺耳的火车的轰鸣声呢，他说他忽然就坠入了一个黑暗的隧道，并向前猛冲。巨大的恐惧袭来，他当时就觉得说我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这样了？想停停不住，想回不去，想喊喊不出来，试图挣扎呢也做不到。他说我自己就感觉自己是某种物质的颗粒，在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的轨道里猛冲着。尽管我的身体呢是在刚刚的世界，但我的意识却立刻进入了一个与之隔离的空间。然而我清醒地意识到，他说我不是做梦，难道是吊针出了问题，青霉素过敏吗？他说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已经身不由己，他吓坏了，无可奈何呢，就绝望地在永无止境的隧道里漂浮着。他说我明明知道我的躯体仍然躺在病床上，而我呢就是回不去，这便是死亡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我这么清醒呢？只是与刚刚的世界被隔离开来而已，却没有消失呢？没有痛苦，轻飘飘的，甚至很舒服。他说冥冥之中呢，这个时候有某种意识在陪伴着我，在给我肯定的答案，在回答我内心的疑问，在抚慰我心中的这个惶恐。他说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那种意识流它无声无息，宽宏明亮，温暖慈祥，可以解答我一切的疑问，就像春天的阳光包围着我，引领我一样。他说我明白那是某种高于我的灵魂，或者是称之为先知智者也好，我们都是以心灵感应的方式在传递着。他就向我昭示世界的本质，生命的真谛，为我打开生死的大门，看到生命的另一面。他说当时我就一时冒出了一个问题嘛，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关于生命、生死，还有的意念所在之处到底是什么。然而这个高维的生物居然将他想问的答案呢一一展现在他的眼前。他说他就看到我们的世界呢是由一个物质微颗粒组成，而颗粒流动聚合而形成了世间万千的具象。比如门前的那棵树，人们眼中的它呢是实实在在的一棵树，然而在这另一个世界他所看到的呢，它是一堆聚合成树的形状的那种微颗粒。他说那些微颗粒还在永恒的循环着，流动着。他说我的确是看到了是一堆微颗粒的聚集，流动的万象世界。他说我的肉体呢依然是躺在那里打点滴，意识呢也随他指引看到了门诊外的树，我也看到了物质的是微颗粒的，人体呢也是无数的微颗粒聚合流动而组成，是组织代谢交换，都是物质微颗粒的流动。此时呢就连灵魂也有可能是物质微颗粒的一部分，也处在一个循环流动的过程中。所以微颗粒呢此时聚集成为某种形态，流动进入循环，流往他处，进入另一个世界，聚集成像，如此循环反复，这便是永恒的，这便是世界本来的真面目。我们世人俗称的死亡，其实就是生命的另一个阶段。正如你此刻所体验的灵魂清楚真实的存在着，思考着，
只是呢与肉身所处的世界隔离开来，无法沟通，仿佛隔着一个玻璃门。但是你可以看到门外的一切，他们却感受不到门内的你，你无法传递此时的状态，亲人们呢也无法了解到这个真相，才会按照世间的生死来理解你，为你痛彻心扉。而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很担心父母看到我如果过世的话会有多么的伤心，而我的孩子呢又还很小。他说当这些念头一闪而过的时候呢，我的肉身仿佛就是如那个电视机的讯号一般，啪一下，瞬间我就回到了我的身体里。他说其实我们的肉体呢也只是一些物质微颗粒的一个聚合，只是一种载体而已，而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能量呢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我个人呢也是这样认为的。那看完了小陈濒死体验的故事呢，就让我对意识和能量呢有了新的理解。在这段期间呢，我是体验了这个阿哈黑罗它的昆达里尼程序的，它温和梳理并强化体内中脉能量通道。当我们冥想的时候呢，我就能更清晰地感知体内气脉的流动，更容易进入专注的状态。那面对压力和情绪波动呢，也能够更快地平复了，仿佛有一个稳定的能量场呢守护身心。它不像是药物呢强行干预，而是一位无声的调音师，将内在的背景噪音呢调回和谐。这种全天候的能量支持，对修行、冥想，甚至是日常专注力呢都有明显的帮助。总而言之呢，无论是梦境还是濒死体验，都指向我们关注内在的能量实相嘛。那阿哈黑罗呢，不仅能够带来深度的睡眠和能量的修复，那对于情绪的调节排毒护肤、疼痛管理以及改善睡眠呢，都有很好的帮助。它还提供了100多个在线可下载的能量程序，并且呢，设备内可储存30多个程序，方便你呢根据不同的需求呢随时切换体验。如果你也想亲身感受阿哈黑罗的能量支持的话，可以在视频的描述框和置顶评论呢找到产品的链接。那输入我们的折扣代码呢，还有专属的折扣哦。希望我的分享呢对你有所启发。所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